魏婴脱口而出这一句，忽然明白了什么。他抬头撞见了蓝湛眼中同样的了然。他蹲下身子，并起食指中指伸进皮鞋内部按了按，道：“是的。”蓝湛道：“我去通知法医查明。”20分钟后，两人拿到了法医证明。与此同时，隔壁的嫌疑人也坐不住了。我已经在这里待了快2个小时了，跟这个贱人一起。苏小姐高声道：“什么时候能调查完？”女人声音穿透力极强。魏婴跟蓝湛对视一眼，抬步离开现场，来到隔壁。调查差不多了，就是还有几个问题，想再跟你们确认一下，不好意思哈。魏婴笑着进门，笑容明亮的让人不忍拒绝。方才还嚣张跋扈的苏小姐卡了一下，愤愤地坐回了原处。想来她也不愿意拒绝帅哥。苏小姐，魏婴道，昨晚你有没有见过死者？我说过了，我一直待在市中心我妈家里，是今天接到了阿晨朋友给我的电话才知道他被杀了，才赶过来的。魏婴点头，蓝湛则转向了刘小姐。刘小姐，你呢？我也没见过，昨晚我一直跟我朋友在一起，一直到12点。从几点开始？晚上6点开始。发现尸体时，你确定没有动过尸体吗？我确定。仿佛是被吓到了，刘小姐又开始呜咽起来。我发现了什么都没有动，我害怕，我直接报了警。魏婴道，给市里警局。你们是我叫来的。苏小姐冷笑一声，道，我们这地方的警察就是饭桶，交给他们，阿晨死的冤枉。所以我在路上就给市警局打了电话，把你们叫来了。原来如此，魏婴想，这小姐倒是看得透，确实是饭桶。然后她笑了一下，意味深长地看了刘小姐一眼。刘小姐，昨晚上去见朋友的时候，有没有化妆啊？什么？刘小姐愣了一下，旋即好像反应过来了什么，整个人都僵硬了。你的未婚夫，就是你亲手杀死的，对不对？你们不要乱说。刘小姐脸上还挂着泪，声音少有的尖锐起来，我没有杀人。哦，魏婴笑道，那我再问一句，苏小姐，你有没有来过死者的出租屋？苏小姐沉默了一下，道，我没有，我们才交往了3个月。魏婴点头，道，刘小姐，你交往了3年的男友，你还很爱他，他却要跟相识3个月的女人结婚，你不恨吗？这就是你的杀人动机。刘小姐咬了咬嘴唇，艰难道，你胡说，你没有证据。有没有证据，还得劳请你们返回现场了。请吧。隔壁的出租屋依旧沉静，尸体已经被运走了，地上只留下了干涸的血迹。在屋里采集现场信息的警员被组织了起来，守住门口。客厅里的记录员沉默地打开本子，刘小姐揪着自己的裙子，眼神不停地在屋里巡视着。别看了，刘小姐，魏婴笑道，钟表里的鱼线已经被我找到了，你为了不在桌子上留下攀爬的痕迹，根本没有来得及拿走，对吗？我不知道。与此同时，外出购买鱼线的副队长回来了，犯罪还原开始。你昨晚约朋友6点见面，在这之前，你就应该见过死者了，就在这间屋子里。你用安眠药让他睡着，接着让他坐在椅子上，用鱼线连接死者和表盘，用指针的转动完成你的不在场证明。魏婴一边拉着鱼线，一边道。蓝湛扶起倒在地上的椅子，让他摆在最初的位置。可是，队长啊，大叔警官挠了挠头，试探道，钟表的力道能拉倒椅子吗？当然不能。魏婴理所当然道。不过，魏婴微微眯起眼，笑容愈深，椅子腿下垫上书，就有可能了。当椅子放正时，上面的重量会均匀地受力在4条腿上，重心在正中，自然稳固。可是当椅子倾斜，重心转移到一侧，魏婴手指抵在蓝湛刚刚放好的椅子背上，轻轻一推，然后眼疾手快在他倒地前又拉了回来，就简单的多了。高中物理就学过。蓝湛目光转向了一旁年轻的小刑警身上，后者受益，上前坐在椅子上，头微微后仰，代替死者的位置。魏婴把鱼线绕在小刑警的下巴上，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然后转身迅速地爬上了电视机柜，把鱼线固定在了钟表上。为了方便计算，指针已经被调整到4点，魏婴手动帮他加了个速。随着鱼线的逐渐绷紧，他松手观察。在绷紧之后，因为有鱼线的阻碍，
指针走得十分缓慢，但每一秒又的确有小幅度的转动。室内静的连针也不敢掉，所有人都紧张地注视着中间的椅子，小刑警紧张地颔斗下来了。40分钟后，在各方注目礼下，一线不堪重负，突然一松，从小刑警的下巴上脱落。与此同时，椅子也失去了重心，往后倒去，然后被2只手同时扶住了。小刑警额头上还挂着汗，以翻转的视角茫然地看着2位队长。魏婴和蓝湛把椅子扶正，蓝湛递给小刑警一块手帕，辛苦了。与此同时，脱落的鱼线跟着恢复正常的指针一点一点的被圈进表盘里，消失不见。呈现在面前的便是案发现场最初的样子。刘小姐嘴唇都哆嗦了起来，她喃喃道：“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们来的时候，书籍是乱在地上的，我想应该是围观群众涌进来的时候踢乱的。”警官，苏小姐显然也被震惊到了，她声音低了下去，小声道：“凶器，那凶器是如何被固定的？冰吗？”近2个小时，不会是冰。蓝湛道：“是书。”没错，是书。用书把刀夹住，然后在书上绑好鱼线，趁早上进门的时候没有人发现，把书抽走，处理掉。从窗户扔掉，或者出去喊人的时候随手藏在什么地方，总归不会太远，只要在附近搜搜，应该找得到。魏婴道：“之所以用书，就是为了让人觉得是用冰，在时间上给人错觉。”说到这里，刘小姐突然抱起，她死死地抓住沙发扶手，指甲掐穿了皮套，嘶声道：“你放屁！你没有证据，你没有证据！这一切都是你的猜测，我要告你诽谤！”没有人回应她，魏婴笑容不变，意味深长地盯着她。刘小姐突然反应过来了什么，脸色煞白。刘小姐，魏婴又问道：“去见朋友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化了个好看的妆？”刘小姐瞪大了眼睛，没有出声。你很爱你的男朋友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魏婴缓缓道：“所以如果是你动手，你来见他的时候，一定是要保证自己的形象是美好的。当你的挚爱即将要死在你的面前，你会做什么？为了不留下指纹，你没有办法拥抱他，所以你会吻他，且不会擦拭掩盖掉你的吻，因为你爱他，对不对？”刘小姐开始颤抖，但依旧沉默。法医鉴定过了，死者的嘴唇上有口红残留，你是想说这是苏小姐的吗？劳驾，请不要小看法医的能力。或者等我们找到房间外你遗弃的沾满血迹的书，看看上面会不会有你的指纹。死一般的沉默。半晌，刘小姐开口了，声音恢复到了最初柔柔弱弱的语调：“你是怎么发现的？”如此一来，就算是他默认了。这套手法制作的不在场证明只对你有利。魏婴如实道：“苏小姐没有必要这么麻烦，因为她始终都没有办法排除嫌疑。”